嗨，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？欢迎大家回到信仰真相探寻节目，我是伊森。今天我要与大家聊一聊佛教徒到底信仰的是什么。佛教徒宣称他们所坚持的四谛学说源于佛陀初传法轮时的讲道，因此四谛学说被认为是佛教的根本教义。一个佛教徒认为尘世的任何欢乐都是空虚的幻想，人类为追求这短暂的欢乐所困扰，追求不到者悲伤难免，追求到者呢，将来还是要失去，所以还是悲伤难免。因此，人生必定是一种痛苦，这就称为苦谛。而悲伤的根源正是由于对尘世欢乐的欲望，这就称为极谛。若没有对声色获利的贪婪呢，也就不会追求，因此也就不会悲伤，就会超越一切痛苦，进入喜乐涅槃的境地，这就被称为灭谛。基于此，佛教主张人应当修行弃世，吃斋以克食欲，出家以绝性欲，不婚不嫁，从而戒除对声色的贪恋，消除人生之苦恼，得到彻底的解脱，这就是道谛。而佛教还相信一个人死后呢，灵魂会马上进入另一个新生儿的体内，投胎转世为另一个人。他转世的结果要看他前生的修行，前生如果是善者呢，来生就会投入到一个富裕的人家为官为宦；前生如果作恶，那就只能投入到卑贱的人家，甚至沦为畜生，做牛做马，或者沦为恶鬼，苦受煎熬。就这样，世界在不停地轮回着。因此，要想摆脱这个轮回的苦难呢，就必须要几生几世的修行，这样才能跳出轮回，进入西天的极乐世界。那么佛既然是跳出轮回苦难的成功者，因此崇拜佛、赞颂佛、祈求佛的护佑，是自己修成正果的一个捷径。可见佛教这一古老的宗教糅杂了古印度教的轮回说、多神信仰和苦修主义，最后发展成为对佛的神化和崇拜，与多神崇拜是无异的，因此陷入了深深的迷雾之中。它不仅在信仰上变得杂乱无章，教义上繁琐复杂，它的修行方式也与造物主创造人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。假设世人都遵循佛教的主张，怜悯到连一个害虫都不易去杀死，那么我们的家园只会变得更加危险。再假若如世人都遵循佛教号召的不婚不娶，那么人类必遭毁灭。这样的宗教是无法引导人走向光明的。因此，佛教的诞生地今天已经弃绝了佛教，而佛教盛行的泰国今天也成为了艾滋病的滋生地。在公元7世纪，犹太教、基督教、佛教等宗教统治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，许多民族还处于秦莽之中。罗马和欧洲受着基督教的统治，耶路撒冷远寺还未恢复，埃及保持着多神的信仰，波斯帝国笃信獒教，人民以火为神。中国的唐王朝佛教鼎盛，举国皆佛。阿拉伯半岛上，人们将亚伯拉罕遗留下的正教改得不成样子，在天房之中竟然供奉着360尊偶像。人们之间的仁爱被血亲复仇、部落厮杀所代替，强权掌握着科尔拜，高利贷盛行，在朝觐中谋取暴利，人们的道德沦丧，虚度光阴，饮酒赌博，奸淫盛行，歧视妇女，压迫孤儿和奴隶。世间充满着不平，整个世界一片黑暗，全人类都在呼唤着真理，呼唤着神的指引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仁慈的造物主为了怜悯他的仆人，为人类赐予了一盏辉煌的明灯。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受造物主的派遣，担负起了复兴伊斯兰的真理使命，向人类发出了号召，啦伊拉哈伊勒拉，意思也就是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，即号召人们崇拜独一的造物主，
人与人之间平等互爱，共同治理大地。好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